到中餐厅播了10季，头一次出现乱账加亏损的情况，才意识到当初秦海璐管账到底有多权威。第3季刚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吐槽秦海璐斤斤计较，账管得太严苛了。如今回头看才发现，财政大权就该交给这样靠谱的人。当时因为节目组没跟启动资金，大家还背负营收压力，所以身为财政总监海璐姐一直在精打细算，致力于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。在出去采购前问清预算，然后全程都在控制成本。看到林大厨买很多东西，心思全在预算上。你不要太高要求了，我们没有那种水平啊！现在我们不能照着国宴准备呀！我真是够了，你们家里有的用，你们都不用，什么玩意儿他都要啊，用得上吗 ？So 海参干 ，This is for you. I want to change lemon。面对高价海鲜，立刻提出采购的不合理。我们主菜只有1桌可以有，然后买了12桌的配菜的鱿鱼是吗？还随身携带计算机和小本本，细心地记下了各种食品的物价，仔细比对，方便之后给菜品定价。市场调查。当然了，你要成本核算啊，不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。日常经营会核对每一笔开销，每一步都要问清楚，每一笔账的出入都要有凭证和记录。如果找不到小票，就自己手写收据。关键是我要知道这每一笔钱出和进，我都得有记录才行。正是这份严谨把控，让团队最后超额完成营收目标。不仅如此，我海璐姐当时又要管账，还会到后厨帮忙，在厨房忙得人仰马翻的时候，她更是像个陀螺一样，一个人就包揽了凉菜、装盘、切菜、洗菜等的各种杂活。为了安全和卫生，把做的美甲都卸掉了，结果薄薄的指甲没了保护，干活干的都肿发炎了。看我的手都肿出泡了，吃饭都变勺了。筷子都使不了。长官张雅琪活儿没干多少，货倒是闯了一大堆，把本想安排给昆凌的财政大权揽到自己身上，结果算不明白账。大家是去开餐厅的，他只知道要在买东西的付钱，一点都没有控制成本、开源节流的概念。出去采购，大家想买多少买多少，一点不拦着。明明和军哥去买菜，已经知道菜市场的价格比阿福送的低，也不上报告诉 COO 和店长，就一直用阿福送的贵菜。管账只管总收入，不管支出和成本，营造了一种餐厅一直在盈利的虚假繁荣。结果在王俊凯的提醒下，大家一对账，好嘛，忙活一晚上，菜钱都没挣回来，还倒贴了5000多。最可怕的是，通过这次才知道，张雅琪一直在把营业额当成纯利润，所以之前所有的账都有问题。上一期黄晓明听了他的话，美滋滋的以为盈利很多，给大家发工资还分到利润的1半多，不敢想，细算下来他们得亏了多少钱。后期如果不来个大客户，估计他们连本金都得赔进去。把账算成这样，黄晓明你能不能赶紧发火，把张雅琪臭骂一顿？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算错账了，之前在花少他也是揽来了财务的活儿，但是手机记完电脑记，还要弄表格，看起来非常专业，结果把2万记成了20万。你是想算什么？想算这个算的是20万，总和是20万还是20万？俊俊，昨天晚上这儿有一个是20万搬行李费吗？还是2万？2万，在备注上是2万啊，2万，所以这个数字是对的。我一看这个有点太夸张了。没事，姐姐就挑错了呗。埃及站的时候，他说没多少经费了，搞得大家抠搜的不行，一直不敢花钱，没招了，还去找导演化缘。播出后，张晚意被各种骂，最后一对才发现是他把账算错了。完了，张晚意还要给他招补，这还说啥了？张晚意还是太体面了，换我都得上去给他一脚。一个之前做过法务的人，一点不严谨，记账能记错，结余、营业额和利润都能搞混，做事不仔细，考虑不全面，没人打辅助就很容易出错。就这还总上赶着要管账，中餐厅就问你能不能把他打入后厨，别再出来闹心了。